姑爷，小姐回来了。少爷呢？他不是跟你去领芝麻了吗？少爷出去了，应该是回家去了吧？二师傅，这2天姑爷有点忙，油房的事劳你费心了。哎，没问题，小姐请放心，油房的事就交给我吧。娟，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辛苦了，你们去忙吧。是，走。看什么？都干活去。主子不在，你们就偷懒是吧？二师傅，油槽大锅都洗干净了，就等着你的芝麻送来。哼，明明是你自己耽误时间，你凶个什么劲儿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你凶什么呀？凶什么？你芝麻来了，都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去干活！这明明是你的活，凭什么让我们来做啊？就是啊，为什么让我们干？就算是要帮忙，也不是这种口气啊！哼，不要以为有了靠山就可以狐假虎威。我们这帮人是听大师傅吩咐的，还轮不到你来使唤呢。你干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小姐答应少爷要提拔我，把油房大小的事情全部交给我来管。我问问你们，在薛家是小姐说了算，还是姑爷说了算？还不快过来干活！真想造反你们！我告诉你们，小心把我惹毛了，我让小姐把你们一个个赶回家种地去！快点！算了，干活去！不理他，走，不理他。薛传宗抽大烟去了，我的小梦瑶。气死我了！要我跟程叔那个狗奴才道歉，还把我当薛家人看吗？哼！你还敢回来啊？我为你出头，被大姐说了一顿，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是我。你跑我屋里来，不怕被人发现呀？放心，我眼睛亮得很，趁着没人的时候才溜进来的。你就不怕传宗他突然跑回来？怕什么？这会儿啊，他恐怕正躺在大烟馆里，呼呼地抽着他的大烟呢。死传宗！骂他干嘛呀？把力气啊放在我身上吧。你快点起来呀！大白天的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梦瑶，我发现我是越来越爱你了，越来越离不开你了。我不想再这么偷偷摸摸的爱着你，我希望能和你正大光明的在一起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是我梁朝最爱的女人。你疯了！你想害死我呀？我哪舍得你死啊！哎，要不这样，干脆啊，我们一走了之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夫妻，长相厮守。你想带我远走高飞？你拿什么养我？这些年我存了点钱。就你那点钱？梁超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我要是离开薛家，那我这几年所受的委屈不都白受了？说的也是，我只懂得制作香油，要是离开香油坊，让你跟我吃苦受罪，不说你受不了，我也会舍不得。算你还有良心，愿意替我着想。梁超，你跟我之间维持这种关系就好了。薛家什么都有，我们何必要离开呢？我明白，可是我怕纸包不住火。说到这儿，我要你跟我好好合作。只要你能做到我交代的事，我们就可以永远的在一起了。真的？嗯。好，你说，只要我们能永远在一起，我一定尽全力配合。你想办法偷学到赵安华制作御用香油的秘方，有了这独门绝招，薛家油坊就不再受制于赵安华了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姑爷对他的独门绝活啊，一直挺小心。我找个机会试试看。好，至于我会利用薛传宗扳倒赵安华和他姐。等我们拿到薛家的经营大权，我们就一脚把他们那房踢开，我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呀。好是好，可是薛传宗他怎么办？那个大烟鬼，让他在薛家当一辈子傀儡。你放心，他是管不了我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。哦。哎呀，快点快点。哎。
那个人不是传宗，怎么会从梦瑶的房里跑出来？难道梦瑶她……不可能，我多想了。哎，是传宗没空，让二师傅过来给我送个东西。你不需要向我解释。我是怕一些不知情的人爱在别人背后嚼舌根、说是非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真没看见？不就是二师傅帮传宗给你送东西过来吗？以后我得小心一点。阿华，雪妍，你进来一下，我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字。哦。这些布料，你是给奇珍买的？是啊，她心情不好，刚好我要经过布庄。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从来没有为我买一件礼物呢。对不起啊，我一直以为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所以疏忽了。我要的东西，只有你能给得起。对不起。这样吧，过几天有空的时候，我陪你去逛逛，弥补你好吗？是我要来的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！二太太昏倒了。二太太，我扶你回房吧。哎，奇珍，奇珍，你怎么了？二太太，怎么了？奇珍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头晕。二太太不舒服，怎么不早说呢？还让她晕倒。别怪她了，我自己头晕又没跟她说，她怎么会知道？好了，现在责备谁都没用了。翠儿，快去请大夫来。是。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无缘无故怎么会晕倒呢？肯定是不舒服啊！快请大夫来看一下吧。哎呀，真的不用了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多了吗？真的。不行，这样吧，我抱你回房休息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来吧。哎呀，哟，还醒着嘛？我说翠儿，你干嘛没事大惊小怪的？他只不过头晕而已，叫得像天塌下来一样，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。以后眼睛睁大点，别故意吓人。走开。大姐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姐夫可曾这样急过？他可曾抱过你回房？你少故意说些煽风点火、嚼舌根的话，有失大户人家少奶奶的身份。这万一是传了出去，会让人笑话我们薛家的。感觉好点了没？还有头晕吗？好多了，你别太着急了。我去给你拿条毛巾擦擦脸。安华，你明天还要工作，先回房休息吧。是啊，姑爷，还是我来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可以。家里又不是没有下人，这点小事还需要你事必躬亲。翠儿，去换盆热水来。是，小姐。哎，真的不用。安华，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，别因为一点小事误了前程。如果你要是真不放心，我可以亲自照顾奇珍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不用了，你也累了一整天，我来就好了。安华，还是听大姐的话，快回房休息吧。我没有关系的，真的，快回去吧。那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我就来看你。我走了。雪妍，那奇珍就拜托你照顾她。这本来就是我自己愿意的事情，不用你叮咛，我也会做的。
大姐，我真的没什么事了，你也快回房休息吧。启真，我知道委屈你来薛家做妾，对你很不公平。看着你思念喜儿日渐消瘦，我觉得我以前是太自私了。大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要不是你帮忙，也许今年喜儿就不在了。大姐，我把你的恩情放在我心上，我怎么会觉得委屈呢？当初我出手相救，完全是出于真心，没有任何条件。后来事情演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想不到。现在我想清楚了，我明白凡事不能勉强的道理。启真，勉强得来的东西，最终是会变质的。大姐，我听不懂啊。你懂的，启真。如果你那么想念喜儿，想回到她的身边，我是不会拦你的。启真，我想和你做回原来的好姐妹。我不想让彼此都留下遗憾。你的意思是要我要你离开薛家。我来这里，本来是要偿还你对我的恩情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却破坏了你的婚姻。也许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老天爷，您一定是在同情我，所以您在帮我，对不对？你要让我早些回去，陪着我的喜儿，看着她长大。我不能和大姐道别，要是安华知道我要离开，她一定不会让我走的。再见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回去吧，一会儿下人们就起来了。那今晚哪有天天要人家陪的？晚上看情况再说吧。好，此时我在门外等你。哎，刘启真，你这大清早的上哪儿去啊？我睡不着觉，出来透透气。提着行李透气？说实话吧，我要离开薛家。离开薛家？哼，既然要走，干嘛大清早的偷溜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偷了薛家的东西想逃？我什么都没拿，你小声点，别把大家吵醒了。既然没偷，干嘛怕吵醒大家？快来人呐！家里闹贼了！来人呐！抓小偷！来人呐！梦瑶，你别喊了，梦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叫！梦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家贼难防，有人趁着大清早想携款潜逃呢。启真，你拿着行李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说的家贼就是他。别胡说！我冤枉他了吗？不信你们看，看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？你决定了？决定什么呀？启真，你要走啊？哎，你们婆婆妈妈的演的是哪出戏呀？舍不得检查是吧？我来查。就这些啊？就这几件破烂东西，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一大早就把大家全叫起来，恨死我了！薛传宗，你胳膊肘往外拐啊！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啊！我们走吧。走了。启真，
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啊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孟瑶她为难你，让你待不下去？你说话呀！是不是孟瑶她逼你走啊？不是孟瑶，是我。你？为什么？不，安华，不是大姐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不可能，你不会无缘无故离开的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太想喜儿了，我不想喜儿成为一个没有妈疼的孩子，所以，我决定回去，继续跟甄家过日子。不可以！你好不容易才脱离傅振家那个痞子，我不准你再回去，不准你再受苦了。我不苦啊，安华，我离开对大家都好。不好。这样吧，我把喜儿接过来住，我会把她当成我的亲生儿子一样疼爱她。不好，安华，求你，求求你让我走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不行，你让我走，你不能走，齐真，你不能走，让我走吧，我不放手，安华，我不会放手了，齐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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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一点儿！又干嘛去啊？看好戏去！哎，快点儿！哎，真是小声点。哟，干了坏事怕被追究，就装死装活的。我看不太像装出来的。你懂什么？你就是死心眼儿。要说耍心机，你比3岁小孩还不如。哎，这么瞧不起我？我好歹也快30了，我。大夫，她怎么样？她要不要紧啊？二太太没事，她是怀孕了。什么？怀孕了？我当爹了！我终于当爹了！恭喜恭喜啊！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，谢谢。齐真，我们有孩子了。齐真，我们终于有孩子了。谢谢，谢谢。齐真居然在这个时候怀上了孩子，这就是天意吧？完了完了！孟瑶，又怎么了？真的完了，刘启真她怀孕了，眼看薛家的产业就要落到他们的手上了。10个月，我真的没有指望了。你先别闹了好不好？你想想，她才进门多久，居然就给怀上了。你说她会不会是假怀孕啊？你吓傻了呀？连大夫都确诊了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枉费我处心积虑的布局，根本就是白忙活一场。刘启真她现在真的怀孕了，我们的希望全落空了。怎么办？我们在薛家真的没指望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可想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除非你也让我怀上，你行吗？你行吗？就知道抽大烟，冲死你，冲死你！抽就抽，信不信啊？你还真去啊？你抽死你！你去死吧！哎呦，爹，你怎么一大早就在这里洗衣服啊？我肚子都快饿死了。你肚子饿啊？嗯，我肚子也饿。那你干嘛不去煮饭呢？我先把你的臭衣服洗干净吧，然后再想办法弄吃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爹，我现在就要吃，我现在就要吃。米缸里没米了。不可能啊！妈妈前几天才托人给我们送来10斤米。臭小子，我问你，前几天你吃的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你一顿饭要吃2大碗白米，那10斤米够我们父子俩吃几天啊？哎，那怎么办嘛？我肚子好饿。没米就是没米，你再吵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哎，爹，那我们再去抓只野鸡、大牙鸡。你说什么呀？哪有那么多野鸡等着你去抓？他们闲着没事等着你吃它们。不对啊，你上回不是说满山遍野都是野鸡吗？我随便说说你还当真啊？要真的是满山遍野都是野鸡，那大家还不赶着去抓，还能轮到我们2个？你在看什么？妈妈一定会算准我们什么时候会没有饭吃，我等她送米来呢。
喜儿，你妈妈现在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，她怎么可能来管我们的死活呢？走进去。哎呀，不会的啦，妈妈很喜欢我，她一定会送东西来的。行，喜儿，你想吃什么？爹给你买去。买？你有钱吗你？臭小子，爹神通广大，自然会有办法。你想吃什么？尽管说。啊，那我要吃那个肉包子。好，我要肉馅很多很多的那一家。那家是吧？行，你在家等着，爹这就给你买去。哦，对了，衣服洗干净了，晾起来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好，有包子吃喽。不对啊，爹上回把钱全部都赌光了，哪有钱买包子啊？哎，来3个包子。哎，来了，跟钱。哎，给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包子。我这张嘴就是爱说，干嘛答应那么快？我现在到哪儿去找钱买包子？包子，热乎乎的包子。青铜码头。来，小心点啊！来，快点，买齐了。哎，搭把手吧。大哥，请教一下，你们老板在哪儿？在里面。谢谢啊。老板，听说你们这里在征人啊，我身强体壮，马上可以上工。我说傅振家，我现在很忙，没时间和你瞎扯。我是真想来这上工的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哎呀，我这里全都是力气活，你这8旗子弟，是手不能提，肩又不能扛。凭良心说，我让你干什么活好啊？啊，走，别浪费我时间啊！快走。哎，老板，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我儿子正饿着肚子，在家里等着吃包子呢。拜托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一次就好，拜托。好吧，看在你儿子份上，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跟他们搬货吧。谢谢啊！哎，好好干啊！好好干啊！好好干，加把劲儿！扛1袋就1毛，喜儿在家一定等得很急，我得抓紧时间多扛一些。哟，一个人扛2袋，够拼命的。好好干啊！加把劲儿！哎，梦瑶，你对我真好，总是找机会跟我在一起。你看，码头就要到了，我们……哎呀，干什么呀？昨晚折腾了一夜还不够啊？不够，永远都不够。梦瑶，你知道吗？我多么希望有一天，能够和你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看日出，悠闲地看着你躺在我的臂弯里面。我何尝不这样想？可是我不得不提防传宗，万一传宗醒来发现我不在，那我们还有明天吗？梦瑶，我好苦，我爱你爱得好苦。听话，梁朝，刘七珍她已经怀孕了，我们离美好的明天又差了一大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，要不然等她孩子生下来，我们还唱什么戏啊？这个刘七珍怎么老是碍我们的事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找个机会把她解决掉算了。解决她？你是说？原来梁超的心那么狠，看来我得提防他些。就！快齐了！哎，搭把手吧！加把劲儿啊！爹！哎，爹！摆齐了啊！爹！都摆齐了！爹！喜儿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让开一点，很危险！啊！爹！你怎么了？爹！怎么了？快，搭把手！哎呦，怎么摔成这样？啊！快，把板车拉过来！没事吧？快点！爹，你怎么出血了？怎么摔成这样啊？一个人扛2袋，你找死啊！我不准你诅咒我爹，他不会死，不会死的。那不是傅振家的儿子吗？哎呦，
傅真家怎么吐血了？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这，慢点，好，好，快，快点！好可怜啊！哎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怎么说？你想想，他们父子俩那么可怜，我就不相信那刘启珍知道傅振家受伤了，还能忍心不去照顾他们父子俩。启珍，启珍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点心回来，来吃一点。启珍啊，这些补品是补血补气的，还有翠儿已经把安胎药煎好了，来，你快喝了吧。啊，我自己来吧，大姐。安华和大姐这么重视这孩子，哎，你抛夫弃子的嫁进薛家来，还真是明智之举啊！你又来添什么乱？出去！大姐，我不过才说启珍2句，姐夫就心疼的要轰我出去。你这个原配夫人也该出来给我说句公道话了吧？梦瑶，启珍现在有孕在身，她经不起刺激了，你就别再惹是生非了。大姐，你实在是不识好人心。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可是你说话也得看场合啊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的，大姐，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吧，我经得起的。哎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愿意给人家当妾？原来是因为这里有疼你宠你的大姐和丈夫，还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着，是傻子都想嫁进薛家。可惜你那个前夫和孩子好可怜哦。他们怎么了？我刚才在码头看见傅振家为了混口饭吃，拼了命的搬货，差点没被那帮货给压得吐血而亡。你没看见你那儿子哭得死去活来的，没妈的孩子好可怜哦。启珍，梦瑶，启珍，你别着急，身子要紧。我怎么能不急呢？你让我去看看他们。启珍，不可以啊！你现在有孕在身，身子又弱，需要安胎。万一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事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大姐，我肚子里这孩子是我的一块肉，喜儿也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啊！我不能因为这个孩子就不管喜儿了。我求求你们让我去看看他吧。启珍，我求求你们。秀妍没有说不让你回去看喜儿啊。是啊，她只是担心你身子受不住，她是为你好。我知道大姐是为我好，可是我也得为喜儿想想啊。启珍，你要回去，他们欢迎你吗？难道你忘了那天傅振家说的什么话吗？他叫你别再出现，别再回去伤害喜儿了，你忘了吗？可是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呢。你怎么管啊？你别忘了，你跟傅振家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。他既然留下喜儿，他就必须担起做父亲的责任。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他，只能让他更加不懂得怎么去做一个父亲罢了。秀妍说的没错，就算你赶回去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他的伤会好吗？启珍，你听我的劝，别再让喜儿失望了，别再一次的伤害喜儿。爹，啊，爹，血，爹，你又吐血了。爹，我求你千万不能死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只要你能好起来，我再也不跟你讲我想吃肉包子，再也不跟你吵着肚子饿，好不好，爹？臭小子，怕什么呢？爹可是皇室后裔，大清国活了200多岁。爹一样也能活到200多，爹这条命就跟老祖宗的江山一样，那么长。放心，没那么容易死的。爹，妈妈已经不要我了，如果爹也死了，我就变成孤儿了。爹，我已经没有妈妈了，不能再没有爹，我害怕。喜儿别怕，妈妈在这里啊！喜儿，妈，你给我过来！爹。人家都已经不要我们了，你还认这个妈妈做什么？你不要老在孩子面前说我不要他了，这样在他心里会留下阴影的。你都已经不要他了，你还在乎他想什么吗？我当然在乎了。喜儿，过来。喜儿她是我生的，我虽然不能陪着她成长，可是我关心她的心一点都不比你少。
你关心他什么？你就关心他心里是怎么想你这个抛家弃子的妈妈。是我抛家弃子吗？是你先休了我的。要不是我嫁进薛家当妾，喜儿这条小命恐怕早就没有了。我人在薛家，可是我心都在你们俩这里。我想回来一趟有多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每次排尽万难的要回来，可是你都要恶言相向呢？啊？难道你伤得我遍体鳞伤，你就会快乐了？要不是因为有喜儿撑着，我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喜儿乖。齐真说的没错，是我休了他，我凭什么怪他？夫人家，你已经拖累了齐真太久了，现在他好不容易有机会过好日子，你就别再绊住他。你给我走，你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走。镇家，你不要赶妈妈走啊，爹！你一定要看到我被你妈妈气死，你才甘心是不是？啊？你走。镇家。爹！镇家，镇家，镇家，你别急啊，镇家。你可走！好，我走，我走。喜儿，来，这点钱你拿去给你爹请个大夫，剩下的买点好吃的，别饿着。不准拿！爹说不可以拿。这是妈妈给你的钱，拿着，拿着啊！我不要，妈妈，你回到我们身边好不好？要不然你就别再回来，惹爹生气了。妈，你要不要回来？要不要回来嘛？喜儿，妈妈身不由己，回不来。那你走，那你走。喜儿。喜儿，妈妈不是不要你，妈妈是身不由己呀。齐真，齐真，我知道你是来看喜儿的，傅振家又奚落你了，是吗？安华，郑家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全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因为恨你故意嫁给他，今天他也不会变得这么愤世嫉俗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齐真，齐真，错的人不是你，错的是我。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不会做这么多不该做的事。如果有报应的话，这苦果应该由我一人来承受。现在你有我了，就让这一切的错都由我来承担吧。我会想办法弥补的，相信我好吗？相信我，齐真，相信我。什么？你要把喜儿和傅振家一起接到薛家来？对。喜儿跟着傅振家有上顿没下顿的，难怪齐真不放心。天下父母心，你也应该谅解。我们如果安排傅振家来油房工作，他至少可以衣食无缺，那喜儿跟着他也不会吃苦受罪。这么一来，齐真的心也能踏实了，他就可以安心的好好在家里待产。这样做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我不同意。傅振家是个男人，又是个父亲，为了孩子，他本来就应该自力更生，而不能靠我们帮他养着。安华，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帮他做的话，那他这个人会永远都没有长进的。你指望他长进，他这辈子是没有指望了。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磨练，你怎么知道他永远不会长进呢？我认识这个人太久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如果能长进的话，那齐真就不会吃那么多苦，受那么多罪了。我还是不能答应。齐真嫁到这里，就不能把她过去的包袱一并带到这里来。万一他们父子成了祸害，变成我们薛家的负担，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
你放心吧，有我盯着，他们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的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那个傅振家可是一个出了名的痞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可能会引狼入室？我们好心把喜儿接到这里，跟齐真一块住，然后又安排傅振家在油房工作，这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安无事，但是你又能保证那个痞子不会因为喜儿住在这里而耍无赖，也跟着住进来吗？这前夫丈夫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要是传了出去，齐真还要不要做人啊？秀妍，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我急糊涂了。妈走了，传宗又不成才，我必须战战兢兢地守着薛家，不能有任何疏失。安华，你不要为难我好吗？是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周全，对不起啊。安华，齐真既然怀了我们薛家的孩子，那么她就应该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待产，不能再为喜儿的事分心了。可是，我已经答应了齐真，那我应该怎么跟她说？说我不能接喜儿过来住呢？你就说是我的主意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找时间跟齐真解释的，让她不要误会你。不用了，还是我跟她说吧，她会比较能听进去。随便你，我没意见。齐真的事已经谈完了，我们现在应该谈正事了吧？哦，油房的事都处理好了，还有什么正事啊？我们薛家油房虽是100年老店，但是在经营上已经出现了瓶颈，所以我想在温州开一家分店。我已经让程叔前去打探了，他说那里有一个张老板，他们家的铺子正好想让出来，所以我想麻烦你跟程叔跑一趟，看看那家店的地点合不合适。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它买下来。等一切都办好了，你再回来安排开张的事。让别人去吧。这个时候，我真的放心不下齐真啊。男儿志在四方，一切都应该以事业为重，不能因为儿女情长被牵绊。齐真的事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秀妍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得寸进尺只会两败俱伤。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不想再谈了，就这样吧。秀妍的处事风格越来越像她妈，变得不好相处，也变得爱乱吃醋。她刚才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对齐真的敌意，我得交代齐真小心应对才好。你怎么又渴了？啊，血！爹，你又吐血了！爹，来擦擦。爹，我去找大夫，你等着，要等着，一定要等我回来啊！喜儿，喜儿，喜儿。所以啊，大夫，安心调养。大夫，我爹快死了，求求您快点救救我爹吧！哎呀，是你呀，小痞子，你身体好了，又有精神来闹了。不是，是我爹他快不行了，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爹吧！你少唬我，你赶快走，你要不走啊，我让警察抓你啊！不要叫警察，不要！不想被警察抓就赶快走，快走，走。哎，大夫，三儿啊，那几副内伤药抓好没有啊？好了，师傅。这是内伤药，3碗水煎煮，这几贴药下去之后就应该没问题了。哎，谢谢大夫。多少？1块2毛。哦。嘿，小痞子，你敢偷东西？别跑！这小痞子！爹，我回来了！爹，啊，爹，你死了吗？爹，你醒醒啊！
了，爹。爹，你看，这样可以治你的伤。大夫说，只要你喝了它就没事了。我这就去煎给你喝。喜儿，哎，好危险！小痞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大夫，你找我儿子做什么？夫人家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自己毁了也就算了，居然让你儿子跑去偷药，这天底下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吗？那药是喜儿偷来的。夫人家，你不要说你不知道，这孩子这么小就学会了偷药，等长大了还不得杀人放火呀？大夫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这个做爹的没出息，我向您赔不是。你替你儿子赔不是，他就能学好吗？他人在哪儿？我今天非要抓他上警察局，给他个教训不可。大夫，我求求你放过我的喜儿。警察局那个地方，他年纪太小，到那儿会把他吓坏的。就因为小，才能够教育他，让他学好。等他变得无法无天了，再教育他就晚了。小痞子，你给我出来，跟我上警察局！你给我放开！大夫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的喜儿好不好？夫人家，求你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夫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，不准他再出去偷东西。都是我这个做爹的错，是我没把孩子教好。你要抓你就抓我，我求你放过我家喜儿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好，我不再追究就是了。你要教育好你儿子啊！切，大夫，谢谢大夫。大夫骂的对，我是教不好喜儿，她跟着我，将来只会变得跟我一样不成才。我不能再让喜儿跟着我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对，我得把喜儿送走才行。之间，谁偷走了黑夜，让心情如此难眠。虚幻的风拂过秋叶，仿佛是你的流言。隐隐约约，耳边话已走远，怅然中只剩思念，烟尘往事如水中月，虚幻缥缈于人间。女人心难测难懂又难分，能为爱舍弃如花般的青春，宁愿受千百劫痕。